我是平面处理能不能动作？哎，开的。小鹿 Lawrence， 小鹿用镜头开启了一场辽阔的感官远征。他的创作横跨自然之境与生命洞察，受他鼓舞，观众们也开始用快门定格生活瞬间。他们在评论区筑起一座记录者联盟，让每一张相片都成为。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一年一度年终总结 Q&A 的时候，好像其他人都是站着拿的百大，只有我拍照的时候是躺着。在这里感谢一下各位衣食父母，你们就是这个频道存在的意义。那首先就是今年出行区的这个竞争还是挺激烈的，其实大家也能看出来，但这也其实证明了我们频道的进步有被大家看到。当然今年的变化还是挺多的啊，关于我，关于苗老师，关于陆米仓，关于频道的营收情况等等等等。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我们的一个近况，还有关于陆米仓的一个述职报告。好，先来做一些 Q&A。第一个来自快乐支撑，推荐3个好吃的北京菜：板烧鸡腿堡、炸薯条、麦辣鸡翅。第二个问题来自 Life DCSY 啊，可以来东北旅拍吗？我超级想看，我想让我全学院的人都去看。我们搁东北了，你学院人呢？把3连交出来哦！把3连交出来哦！陆哥26年会完成打卡8大洲的壮举吗？你不懂。好，下一个问题来自超开心的恩：40岁的人生看怎样的世界？我36。你骂老人？来自70岁就读小学2年级，陆哥想看你跟 Links 的联动了。下一个问题来自 4PL 下划线啊，可以送我一台DJI Action 6吗？很想记录生活。安排这条抽给大家，读到我送一条相机肩带，这个安排2等奖。来自芋泥麻薯周酱，读到这条让周洋来读评论。哈佛词中超齐不了，说这么乖巧的小鹿，我能摸吗？能摸吗？能摸吗？能摸吗 FTZEBTOI 问，想看周洋一句话让陆哥破防。一句话，今年房子跌了多少？好，下一个问题啊，哇，超级多的人问了，其中点赞最高的是猫猫狗狗天选中，说备孕情况怎么样？什么时候能见到小鹿？等等。哎，我觉得就是人这一辈子会有很多事情都是事与愿违的，很多事情你努力了，但是得不到结果。放平心态。好，下一个问题来自菊影喵子明轩版，读到我这条亲一下苗老师。多久？晚上。哎呀，我靠！你要买什么？大郎喝药了。好，下一个问题啊，读到我请了陆哥用3种不同的语气说苗老师吃饭了。和喵说，先是霸道总裁，苗老师吃饭了。霸道总裁这样吗？苗老师，你不知道那个吗？过来，坐下。过来，坐下。杨鸿飞，过来，坐下。你要有那种娱乐感，人家真的在走路，感觉在原地走路，你知道吗？苗老师，过来，坐下。你演不了。所以我在剪片子的时候，你在家里都在刷这些是吗？我在就是进行演员的自我修养。哦，你们就是电视剧、电影演员也要看他们的这些去学习是吧？人生处处是素材，生活即艺术就是观察生活，存在即合理。既然有这样的表演，它就有这样的表演形式，我们就要去学习，是吧？你给人那个刷过礼物吗？赔了夫人又折兵。好，下一个问题来自方片的陆老师，什么可以独占小鹿这个 title？ 这怎么可能？今年有一个一线的大牌啊，就不说是什么了，然后通过一个我们的朋友，然后给我拉了个群，然后跟我说他们在找你，然后这个合作其实很好的，我拉个群你们聊啊。然后那个人加我以后，我通过了以后就好久没有说话，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过了一会儿呢，他就过来给我发说，不好意思陆哥，其实我想找的是脱口秀那个小鹿。你不适合演脱口秀。为什么？我适合。为什么？我比你好笑，你太正经了，你只会哭。你可以去演琼瑶剧。你是性情中人。好，下一个问题
Sam， 陆哥今年旅行最有记忆点的地点是哪里？来，我写的是抢滩登陆。乘风破浪的奶奶。哇，全湿了！ I got you！ 怎么越来越远啊？这船什么呀 You walk down the long part of the ramp, it'd be easier. 真正的体验了一把什么是浪。乘风破浪的奶奶。老北京麦克跟怎么了？老北京麦克。那应该说啥呀？老北京麦克。2025年的年度照片是哪一张？这个。嗯哼，这个好，讲讲。就是有大海，有沙漠，然后有我们俩，还有船。我选的是这张，都没有我，但有你的失误，因为是这样的啊，我不在南极跳水了吗 ？OK。再跳一次，再跳一次，没拍到，你怎么那么？我所有人都拍到，只有你没拍到。反正就是，但是为什么？但是这张照片就是别人拍到了，而且是我们吃饭的人，我们都没跟这个哥哥说过话，然后他就主动过来说，哎，我拍到你一张特别好的照片，然后我才看到。我不认账，就是你的错。来自呵呵家的问题，如果有粉丝偶遇，你们会影响拍摄吗？不会，完全不会，而且或许还会成为我们的节目效果。你记得我们在安徽歙县就是有一个观众朋友认出我们以后，然后让我去扛那个鱼灯，你记得吗？人家说请我当这个叫什么鱼头，鱼头，真的假的？咱算副鱼头吧。副鱼头。我在找陆哥，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我找你了。好沉如果没有那次偶遇，我们那期大概率不会那么好。以哭止泪说，陆老师有没有登珠峰的计划？大家太看得起我们了。我俩纯西洋团，你们去另一个字底下留这个。我跟陆老师，我们俩只能去那种景点卖烤肠的地儿。好，来自木盒二秃噜不秃千树莲和咪四秃哈都问了，今年就是25年咱们做的最满意的一期视频是哪一条？3、2、1。你写的是什么？你写的正定跟大同是吗？我是帆船旅行和交换人生啊。有一说一，就是这2年，因为我们旅行结婚老出国嘛，然后今年做了这2期，首先是正定这一期，当时你们说去河北拍的时候，我说河北有啥好拍的呀？那这一去，我说拍这么好看，但当时只是觉得你们拍的特别美。大同这期，我这么无情无义的人，然后大同这期我有感动，想要流眼泪。从小真的，我们北京没怎么停过电，就是其实这些电都是这些工人们。我写的是帆船旅行和交换人生啊，这个帆船旅行大江也没太管我们这期视频，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要干嘛，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拍什么，我们那一船的伙伴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干嘛。对，现在是一年我差不多300天都在开船。岸上的生活会让你害怕吗？人多会大 party 什么，我会焦虑。所以你跟海上钢琴师是一样的。海上抠粪师。船容易，但是这一船人很难，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最后结果很好，而且那几天我们俩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就走到老师各种照顾的可好。对，确实是快乐。另外，我写的交换人生是因为我觉得我在拍这期之前，我多多少少有一点，我可得让你看看成年人的世界。哎，成年人的世界。哎，你叹啥气啊？好麻烦这个事情。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样本的函数的乘积就可以证明它是相互独立的。啊，就没想到，其实我们互相都有很大的感触，也让我就是回想起了一些我大学时候很美好的回忆，也初恋。来自劳伦斯44还有乌木羊都在问小企鳌拜怎么样了，等等。白色我也从上大学的时候就看陆哥，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小企，虽然它叫汤圆，那就是一样的，很可爱，没有特别可爱。其实是这样的，小企特别好，但是其实因为老猫了嘛，也14岁了，所以其实瘦了很多。然后现在我侄女儿相当于是绑架它，不让我把小企拿回我家，是这样的，我一拿它就哭啊。对，前2天回家还跟小企玩了胡萝卜纸巾，坐，纸巾。真棒！
真棒！有一次呢，洛哥就说：“哎呀，想小启了，我们换一下吧。” OK， 我们就把鳌拜放到老妈家，把那个小启搬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出去了。出国回来之后，哎，小启不见了。就是我妈跟我哥是以说，你如果作业按时交了，表现很好，拿到了 A 什么的，我们就陪你把小启偷回来。小启一把年纪还能起到督促人学习的作用，我觉得也真棒。下一个超级粑粑说。读到这条，米老师和陆哥表演5分钟互换身份，那正好鳌拜在，你可以平时表演一下我对鳌拜。哎呦，宝宝，哎呦，我的宝宝，宝宝想不想妈妈？你要互换身份，你是我没有这样过。那我就打游戏。太可怜了，鳌拜。给我去拿听可乐。我没有这么凶。宝宝拿听可乐。你温柔一点。宝宝拿听可乐。求我。快去，别闹了。啊，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有非常多的问题都指向，比如礼貌的口水、诚心所愿、跟一起去摘绿样等等吧，都在问：一个旅行这么多地方，会对旅行感到厌倦吗？就是这个世上没有事儿是让你既要又要还要的。4年前、5年前，我们刚开始做这个频道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想说，能不能不坐班，能不能旅行，边旅行就把钱赚了。那如果回到那个点的话，我还觉得我做到了，不能说因为现在完全做到了，然后又有了新的一些变数想法，然后去吐槽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我觉得这样不对，因为人要懂得知足。如果说纯粹的旅行跟拍摄的话，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影响还比较少。到19年底，我们俩出去旅行，我们当时还没有要做账号的时候，我们都有各自的工作的时候，我和陆哥镰仓啊、北海道啊，我们出去旅行就是在拍。包括我在认识陆老师之前，我到一个地方，我也想，我梦想中的就是我的旅行的方式就是把它记录下来。对，其实对我来讲，拍摄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干扰项，其实剪是，就是你把它剪出来，剪成一个故事，这个压力对我的压力更大一点。反而是如果比如说我和米老师出去1周，然后有一天就拍的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什么都不拍了，就出去逛逛什么的。那天绝对天好到就是我就拍他都没带相机，就那种。只要陆哥不带相机，我的手机咔咔出片。什么京都下雪了？对，就其实就是他们4组家庭一起出去旅行，然后陆哥就说就3天绝对不。老胡还说我要不要带 FS3，我说不可能，就不行，什么都不带，我就带了个 DV。然后我们就遇到了罕见的京都下雪。这么大的雪，第一次不拿相机出来，然后就下雪。胡宁诺子有想做过其他领域的事吗？我们擅长的事儿并不多，就是我可能只擅长讲故事或者做片子这一件事儿，所以以后哪怕不做频道了，还是应该会围绕这件事，就是讲故事。平时视频中第3视角是谁拍摄的 ？Sky One， 每次旅拍除了你和米老师，还会有几人出行呢？大家看到多数出国的就是我们俩，因为多一个人的成本其实是几何级别上去的。但现在基本上在国内的我们会3-5个人，基本上一辆车啊。然后呢，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以前出去都是我和米老师拜拜，现在就是人多了以后，大家会小伙伴们会自动拜拜。好。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啊，就是都在问26年准备去哪些国家，20年想去的地方等等等等等等。我觉得在这儿大家可以投个票吧，打在公屏上好不好？投票最多的那个我们一定去。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就算，给我们留条活路吧。好，这一趴的问题都是关于陆米仓和整个我给观众老们做一个这一年的数值报告吧。首先橘子汽水问整个频道今年有什么变化？从风格上变化就是时长吧。那我们算了一下，去年所有的视频大概的均长是15分钟左右，那今年是来到了20分钟。如果我们把像素长街这样评测类的栏目去刨开的话，其实集均的时长会更长。虽然更新量比去年我们是少了2期的，节目总时长还是比去年整个多了2个多小时吧。我觉得这个点还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去年给我们百搭这个荣誉，所以让我们在做长视频上有了更多的安全感。我们现在到了每个地方更加想的是如何把一个地方讲透一点。如果说去年我们的麋鹿嫁接是关于我和米老师2个人新婚的故事啊，或者怎么样，那今年我们的节目可能会更加专注在目的地本身身上，就关于它的景色，关于它的人文，关于它的历史等等等等。
那尽管如此，我们的集均播放还是做到了138万。那确实在这儿也是要感谢每一个耐心看完的，然后能够给我们3连的观众老爷，因为确实我们一起证明了这样娓娓道来的一个节目形式，在现在这么快的一个节奏下，还是有生存的空间的。而且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在整个互联网上，今年开始，越来越多的长的内容，包括非常多的视频播客，他们的时长都可以达到2个小时左右。因为其实现在的号在各个平台都是越来越多的，那种门槛比较低的那种视频，其实它壁垒是也很低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做长视频是一直，无论是前几年短视频爆火的时候，某音博主狂赚钱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动摇我们做长视频的一个初衷吧。今年是稍微收获了点那么静待花开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流行永远是个圈儿啊，大家其实看够了变装，看够了转场，看够了15秒一个嗨点，可能这类长的视频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无论是情绪上的还是知识上的一些价值吧。好，接下来是王先森，还有 Take It Fair、02年的老城、Slow 下划线11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算是一个问题，其实就关心我们的一个收支状况是否是良好的一个情况。其实跟老蒋的播客里我们也聊了，旅行博主十有9亏。这是肯定的，因为比起别的博主来，我们的成本是几何上涨的，特别是在我们团队化运营了以后，比如说在国内的这些景点，还是有很多的小伙伴跟着我们一起去的，所以这个成本确实是挺高的。今年我们大概旅行的开销和预算大概占到了我们所有流水的20%到30%左右，另外还有大头，比如说商务返点啊，这大概要占到20到30%，平时的运营大概也要占到20到30%，所以其实我们的利润率呢，大概在20-30%左右。其实跟我们当年做 TVC 的利润率差不太多，没有说利润率更高。我觉得现在做片子来讲 ，AI 可能是利润率更高的一个赛道吧。那具体我们今年整个的收支，那肯定是盈利了的，这点请大家放心。但营收花在哪儿，一会儿再跟大家聊。Abigail 然说，去年成本最低的一期是哪一期？就是今天这期。追加归一说，读到我工作室的小伙伴每人V100红包，耶！好评，真发了，朋友们抢看，看看是谁这么不饱和，秒抢。好，下一个问题，那个正说没更新的时候在干嘛？装修。团队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装修装不完了。今年花过最冤枉的一笔钱，装修。眼神操作问在哪里可以偶遇陆哥？装修的工地。脆皮鹦鹉团团说，陆哥今年最迷茫的时刻，我觉得最迷茫的时刻就是大概上个月下旬吧，就是同事跟我说装好门我们就能搬了，然后所有人都打包好了。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装门的那个师傅一个膨胀螺丝把地暖打漏了。这里是给它补起来吗？那我们需要工长再把地挖开，地暖的人再过来修，做地面的人再把它覆盖下去，再晾干，然后装门的人再过来装门。装过修的都知道，这一个螺丝我们至少赔了1个月的房租吧。想看陆哥和米老师在周游世界的时候，工作室的小伙伴在干什么？我大概知道，有的人我知道，有追星的，反正有健身的，有谈恋爱的，有打游戏的，请看 VCR。好，超级多的人问啊，我们的帽子、肩带、周边、冰箱贴等等等等等等。其实有非常多的人都想要周边，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去公开售卖，是因为一方面这件事儿做产品这件事儿不是我们擅长的，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我没有把这个产品打磨成一个你不认识我，你不知道我和苗是谁，你也不知道陆米仓是什么，但是你觉得比如这个肩带真的很好，这个帽子版型真的很好，我也会想买。如果我没有100%的把握把我们的产品打磨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不长久的，它是一次收割。因为我没有做淘宝店，没有贩卖自己的周边，没有做直播，也没有做课，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为大家提供好的内容，为甲方提供好的服务。我们能做好的就是做片子的这件事儿。好，继续，陆哥，一个非专业的新人如何拍摄一条自己和大家都能铭记一段时间的视频，你能给些建议吗？我觉得是说自己相信的话，不要说大家爱听的话。
说大家爱听的话，可能你马上得到的反馈和流量会更好，但那个对你没有意义。好，陆哥缺什么呢？我们眼中的陆哥呈现的自己什么都不缺。咋说呢？我在老蒋的那个播客里说了一句话，我很幸运，就是自己一地鸡毛的人生竟然能照亮别人。就是你们可能把我的生活跟我这个人想得太好了，所以你如果问我缺什么，我觉得我缺时间陪家人，缺个好身体。但其实我觉得人不要老盯着自己缺什么，我们要更在意自己拥有什么。因为你拥有的东西可能明天就会失去，所以我今天拥有你们这些问题，我感到很幸福。艾哲说有没有想过做视频做到多少岁？我就做到做不动呗。ZEREROTH 说新的一年愿望是什么？身体健康，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逍遥墨雨说还依然热爱生活吗？我觉得远方是某种程度的自由。我是看了你的视频，然后才想来新西兰做 Working Holiday 的。先出发，很多事儿就自然而然就滚起来。你飘过来。青春没有售价，一脚油干到拉萨。哇！到目前为止做过最费劲的一项。为什么不拜拜？有美有好吃到让你哭的程度。不对。凤凰孩子。对城市没有什么最怀念的。小罗斯是傻子。但是北京的包容其实是能够。这鼓楼有什么可拍的？你知道吗？我之前也一直幻想我能这么抱抱他。小心你的鞋。What time they gonna drink? 9 a.m. I love this place. 比你冷吧？鼓励这针。我其实也不喜欢他们说的大道理。Everyone, I'm here with Lawrence. You all know him. Watch his videos because they're amazing. 正所谓北极熊，南极熊。我们在拍风景，我们也是风景。差不多行了。新年愿望，多和小鹿吃几顿饭。新年愿望，我想去海底，我其实南极我挺想去的。身体健康。哎，你抄我的。我希望他身体健康。希望能瘦到200以里就可以。完了，忘词儿。我再想想，可以剪了。我想想，世界和平。反正希望我们的 DIY 视频的更新频率能拉上来，能给大家看更多我们的 DIY 视频。多伦特还期待那个能不受伤，就是在季后赛期间正八经能打。我的愿望就是我的团队能招到更多有意思的同事。现在不够有意思，插话的人给他删了。我想要健康，实话，因为我感觉我也有点问题。对，你也备孕吗？不是。祝粉丝们拍任何东西全部对上焦，任何曝光都能拉回来，就算你镜头该盖上了，素材也在。暴富变美，家里人身体都健康，然后就是自己的事业也好，生活也好，都可以一切顺利，然后天天开心。希望我们能够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相遇。 Never die, never go broke， 发财。希望所有看视频的朋友们，新的一年没有任何的烦恼。还是祝大家都能没有意外，祝大家也身体健康，吃好喝好，胃口大开。我头发不要再掉了，不能更多也别再少了，就是要做存量市场。对。这废话一出就是酒味了啊，增量很难了。